大家好，我是明德君。我的频道内容是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从庄子故事中探寻心灵的自在之道，由心于物之初。在中华文化的思想长河中，庄子以其深邃的哲理、奇幻的想象和灵动的文字，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智慧与启示的精神世界。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田子方中孔子见老丹心目的奇妙故事领略其中蕴含的人生真谛与哲学思考。故事开篇，一幅生动的画面徐徐展开。孔子前去拜访老丹，彼时老丹刚刚沐浴完毕，正披散着头发等待晾干，神情木然，仿佛超脱了尘世之人。孔子见状，并未贸然打扰，而是静静地在一旁等待，待老丹一切就绪，孔子才开口表达自己的疑惑：是我眼花了吗？还是真有其事？刚才先生的形体如同枯木一般毫无生机，仿佛忘却了世间万物，独自伫立在另一个境界之中。老丹的回答将我们引入了一个玄之又玄的精神领域。他说，我的精神正遨游于万物诞生之初那个混沌虚无的境地，这物之初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孔子不解，老丹进一步解释道，心想要了解它，却无法触及，口想要言说它，却不知从何说起。我尝试为你大概描述一下：极致的阴气，肃肃寒冷；极致的阳气，赫赫炎热。肃肃阴气源于天，赫赫阳气发于地，阴阳二者相互交通融合，和谐共生，从而孕育出万物。或许存在着一种主宰这一切的刚劲，但我们却难以察觉它的具体形态。万物的消亡与生长，盈满与空虚，在一晦一明之间不断变化，每日每月都在悄然转化，看似有所作为，实则是顺应自然的结果。生命从真道中萌发，死后又回归真道，生死循环无端，没有人能知晓它的尽头。若不是真道，又有谁能成为万物变化的根源呢？这段关于物之初和阴阳的论述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的起源是一种混沌未分的状态，阴阳的相互作用是万物生成和变化的根本动力。这种观点与现代科学中的宇宙起源和物质变化理论有着奇妙的呼应，展现了古人对世界本质的深刻洞察。孔子继续追问，那么游心于大道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老丹答道，能体悟真道，乃是至美至乐之事，在至美之境中畅游，享受至悦之趣，这样的人便是智人。孔子又问，愿闻如何才能游于大道？老丹的回答充满了生活的智慧。食草的兽类不会因更换沼泽地而忧虑，水生的虫类不会因改换水源而烦恼。只要基本的生存环境没有改变，它们的喜怒哀乐便不会轻易被外界干扰。天下是万物共同的归宿，若能领悟万物归一的道理，将自身与万物融为一体，就能超脱形体的束缚，使生死如昼夜交替般平常，内心不为任何事物所动摇。更何况是得失祸福这些小事呢？懂得舍弃身外之物，如同抛弃泥土一般毫不犹豫，因为深知自身的珍贵，珍视自我，坚守本性，不被外界的变化所左右。世间万物的变化无穷无尽，又何必为此忧心忡忡呢？已然得道之人自然能领悟其中的奥秘。这一番话为我们揭示了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生活态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各种欲望和目标所驱使，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安。而老丹的教诲告诉我们，若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被外界的变化所左右，专注于自身的内在修养，便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自由。孔子感慨道，先生的道德与天地相媲美，却仍借助至道之言来修养心性。古代的君子谁能不重视修养呢？老丹却不以为然，并非如此。水之所以清澈，是因为它顺其自然，无所作为。智人对于道德无需刻意修养，万物自然会亲近归附。就如同天原本就高远，地原本就深厚，日月原本就明亮，他们何曾需要刻意修养呢？这段对话让我们看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精妙之处。在道家看来，真正的道德和智慧并非通过刻意的追求和修养获得，而是在顺应自然、回归本真的过程中自然显现。这种思想与儒家强调的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的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孔子离开后，将这次经历告诉了颜回，他感慨地说，我对道的认识就如同簇瓮中的飞虫一般渺小，若不是老丹先生为我揭开蒙蔽，我永远也无法知晓天地的博大精深。庄子通过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要体悟大道的至真、至全之美，就必须游心于物之初，回归万物的本源。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忘却祸福，生死放下一切外在的负累，以一颗纯净的心去拥抱自然，融入自然。回顾庄子的思想体系，类似的观点在《齐物论》中也有体现。庄子认为，智慧达到最高境界的人，能够认识到宇宙从一开始便是混沌未分、无极无终的。他们不对外在的自然万象进行人为的修饰和定义，而是以一颗虚心去保存最本真的世界、最原始的宇宙。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智慧逐渐被世俗的偏见和功利心所蒙蔽，开始刻意划分事物的界限，争论是非对错，偏私的观念盛行，从而远离了真正的自然大道。这让我们不禁反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否也常常陷入这样的误区？当我们处理一件事情或完成一项任务时，往往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和功利心，一心追求目标的达成，却忽略了过程中的美好和内心的感受。这种心态不仅容易让我们变得焦躁不安，丧失基本的判断力，还可能导致我们在面对失败时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落差，在获得成功后又陷入无尽的欲望深渊。平常心，一个简单却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当我们的感官被外界的诱惑所吸引，内心被欲望所占据，就很容易陷入单一目标的陷阱。只有保持平常心，我们才能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保持从容淡定的心态，既不盲目乐观，也不轻易气馁。正如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表现，作为东晋方面的总指挥，在所有人都焦头烂额之时，他却能谈笑风生，镇定自若地布阵迎敌，与客人悠然地下着围棋。当捷报传来，他只是微微一笑，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此时的谢安就如同故事中的老子一样，将生死祸福置之度外，回归到内心最澄澈的状态，最终才能转危为安，取得胜利。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也与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不自我表现，反而能彰显自身；不自以为是，反而能明辨是非；不自我夸耀，反而能收获功劳；不自我矜持，反而能长久发展。因为不与他人争名逐利，所以天下无人能与之抗衡。这种不争之争的智慧，为我们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处世哲学。从孔子见老聃，老聃心目的故事中，我们汲取了道家思想的精华，领悟到了由心于物之初，回归自然本真的重要性。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我们不妨放慢脚步，静下心来，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尝试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累，去探寻内心真正的自由与宁静。让我们在道家思想的指引下，不断修炼自己的内心，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与大道同行，享受生命的至美至乐。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智慧的故事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请您关注我的其他内容，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